芯片人类智慧的结晶。5G、AI 等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外加上国际不断升温的科技竞争，让芯片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在大多数网友眼里，提到芯片，或许大家想到的是英特尔、高通、苹果、华为。然而，这些企业确实是全球领先的芯片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只能够设计芯片，想要将 PPT 转化为实际产品，则需要与芯片企业进行合作。而当我们提到芯片制造企业时，我们不得不提的则是台积电和三星，这是全球芯片制造领域的2大翘楚，都能实现5纳米、4纳米工艺芯片的量产。不过两者相比，不管是工艺成熟度还是市场份额，台积电都占据到了绝对优势。不过，或许许多人并不知道，早期三星在半导体工艺方面反而领先台积电一代，如今被台积电反超，自然不甘心。而且，三星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办法，实现对台积电的反超。如三星李在镕亲临 ASML 总部，旨在拿到更多光刻机，并推出了2030计划，旨在通过提升投资、扩大产能的方式，在2030年实现对台积电的反超，从而坐上全球芯片代工领域世界第一的宝座。如今不仅两者均能实现4纳米制程工艺，三星还频频爆出3纳米工艺，将采用先进的 GAA 工艺，相较于台积电爆料出来的3纳米 FinFET 工艺，能效表现占据了巨大优势。不少人认为，当芯片工艺进入3纳米阶段，三星在芯片代工领域将占领主导权。然而没想到的是，近期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转变，可能会让台积电稳坐第一。目前三星正在晶圆代工领域投入巨资，希望在先进制程上超越台积电。不仅4纳米工艺拿到了高通旗舰处理器骁龙8 Gen1的订单，还计划在2022年抢先台积电量产3纳米。但是最新曝光的一份报告则显示，三星晶圆代工部门可能对于其5纳米和4纳米的良率数据进行造假。目前三星内部已经对此启动了调查。据韩国媒体 InfoStock Daily 近日爆料称，近期三星电子正计划扩大对于为确保产量及良率而支出的大量资金下落进行调查，并怀疑此前有关三星半导体代工厂的产量及良率报告存在造假行为。据悉，近期三星电子 DS 部门三星电子旗下半导体事业及装置解决方案事业部，三星晶圆代工业务隶属于该部门，正在接受管理咨询。部门就三星晶圆代工厂的5纳米工艺的良率的调查，紧随其后的将是4纳米和3纳米。芯片工艺的良率是指晶圆中符合质量测试标准的芯片数量的占比，它是代工厂在全面制造开始之前，通过早期生产运行评估的关键参数。一位熟悉三星电子内部情况的官员表示，由于晶圆代工厂交付的数量难以满足最近的代工订单量，我们对非内存工艺的良率表示怀疑。而众所周知，基于该良率是可以满足订单交付的。这位官员补充说，管理咨询部门调查了前任和现任 DS 部门高管对一家半导体代工厂产量的说法，咨询公司将确定这些说法是否属实。三星电子的管理咨询更加重视收益率错误的可能性，因此管理咨询部门将调查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的产量投资是否得到正确执行。而根据最新曝光的数据显示，高通已将其4纳米骁龙8 Gen1的部分订单从三星转移到台积电4纳米代工。而三星转单的主要原因是，该芯片组的良率仅为 35%， 这意味着在利用三星4纳米代工的制造的100颗骁龙8 Gen1芯片中，只有35颗可用。据说三星自己的4纳米 Exynos 200芯片的良率甚至更低。基于此，外界认为高通已决定不会将其下一代芯片交由三星3纳米代工，这也意味着高通下一代
3纳米芯片的所有订单都流向了台积电，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打破台积电在市场上的据点的三星代工来说，这将是一个重创。Tachyon World 首席执行官周厚俊表示，三星电子将利用这次调查作为加强集团管理的机会，同时研究 DS 部门的财务状况和半导体工艺良率的合理性。三星电子管理层的问题意味着该公司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不确定性很高，而台积电也在努力确保4纳米、3纳米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良率。现代研究院 Hyundai Research Institute 顾问崔阳欧说，三星电子的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此次管理咨询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三星良品率方面存在数据造假的问题，但高通、英伟达、苹果的一些动作却能佐证这一问题。众所周知，高通第一代骁龙8采用的是三星4纳米工艺，但是最近媒体频频报道，高通第二代骁龙8的订单将交由台积电代工，英伟达同样如此。据悉，英伟达9月份准备发布的 RTX 40系列显卡将才转交台积电，由台积电代工，并且本来采用高通5G 基带的苹果，同样将自己研发的5G 基带订单全部交给了台积电。可以说，苹果、高通、英伟达纷纷抛弃了三星，转而将订单交给了台积电，而台积电也表态，今年将扩招1万人，可见台积电的产能及地位还在不断攀升。三星为何不断丢失订单？良品率是三星丢失订单的重要原因，就比如说三星5纳米工艺的骁龙888，据悉成品率仅有 35% 左右，而三星自主研发的4纳米工艺猎户座2200芯片，良品率更是惨不忍睹，与台积电高达 70% 的成品率相差甚远，这是高通、英伟达所难以忍受的。三星在工艺上与台积电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比如说由台积电代工同工艺的 A14 和麒麟9000，其晶体管密度远超骁龙8，外加上工艺问题，这导致骁龙888出现了易发热的问题。手机厂家未能平衡骁龙8的性能与功耗，部分机型采取了降频的措施，这给用户在性能体验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不过高通并没有放弃三星，认为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加，三星工艺会有所提升。但新骁龙8的出现，虽然在性能、温控方面做得比较优秀，但极限性能下功耗表现不亚于骁龙888。高通选择台积电，很显然不想背易发热的锅。虽然三星的代工成本较台积电低，反而会导致成本用料大幅提升，最终导致芯片成本过高。据悉，新骁龙8芯片的平均成本已经达到了$150，这也是为什么卢伟冰曾公开表示交个朋友的价只能买上1块而骁龙8芯片。而安卓旗舰整体价格飙升，与高通芯片高成本、三星良品率低有着很大的关系。重要的是，高通的老对手联发科近几年一直在向高端芯片市场挺进，尤其是天玑9000的发布，颇有向高通发起总攻之意。高通如再不做出改变，安卓芯片领头羊的地位或将易主。